这是电影中的中国剑与西洋剑的世纪碰撞，那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那么就跟着博主桑尼哥的步伐来深度解析下吧。霍元甲台上所持兵器为青剑，清朝剑的制作工艺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技艺，同时又融入了新的设计和装饰风格。例如乾隆年间御制的剑身多开单槽剑刃锋利，剑身根部一面有铁错金纹饰，另一面错金横为天、地、人纵为剑名称。清朝剑的种类丰富，包括官剑、宫廷剑、习武剑、镇宅宝剑等。这里霍元甲所持是习武用的轻剑，则更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结合。清朝剑的造型较为独特，剑身多为直刃，部分剑身带有一定弧度，类似于弯刀，但弧度较小。这种设计既适合劈砍，又便于掌控。清朝剑的剑刃经过精细的锻造和研磨，锋利无比，能够轻易的削金断银。这种锋利的剑刃在战场上可以快速穿透敌人的盔甲和身体，造成致命伤害。清朝剑的剑身长度适中，一般在60厘米以下的短剑更适合近身格斗，能够灵活地进行劈砍和刺击，其剑尖锐利，可以轻易穿透甲衣。这一点电影中也很好地展现了出来，而且其剑身两侧的刃部也具有很强的切割能力。而加什亚所持就是西洋剑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有壳式护手。西洋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，早期的西洋剑以罗马短剑 Gladius 为代表。这种短剑主要用于近战刺击，是罗马军团的标准装备之一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多种剑型，如骑士剑、穿甲剑、Astar 等。穿甲剑是一种专门用于刺穿铠甲的长剑，剑身坚硬且无刃，呈三角形或长方形。到了16世纪，西洋剑逐渐向轻便细长的方向发展，出现了细剑 Rapier 和小剑 Small Sword 等剑型。加什亚所使应该就是细剑，这种剑主要用于个人防身和决斗，强调快速的刺击和灵活的格挡。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，西洋剑的护手设计更加复杂，出现了壳状护手，也就是现在加什亚所持细剑的壳式护手。西洋剑的杀伤力几乎全部都点在了刺击上，然而对比于劈砍为主的武器如双手剑或斧，西洋剑的劈砍能力较弱，其剑身较细，不适合强力砍劈。但即使在劈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，西洋剑的刺击依然具有较高的杀伤力。总的来说，西洋剑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其快速的刺击能力上，适合1对1的决斗和防身。横击剑抢夺，转腕下击剑，顺势下刺，进步再刺，顺势下劈剑，转腕横击剑，顺势横击剑打头，反扫剑，顺势劈剑，上部点剑打头反击，点剑腕部放松，突然屈腕上提，从腰经肩到臂贯至腕，力达剑尖，顺势反手上撩，斜劈对砍，转腕下拦剑，转身反手提腕下劈，顺势转身斜劈，转腕撩剑格挡，转身顺势横斩，突刺反击。这并非寻常刺剑，而是速度极快的突刺。要不是霍元甲反应快，不然真有可能让加什亚得逞。转腕反手撩阴，再接横斩追击，转腕反手横斩，顺势进步斜劈，内外万花。其实这里霍元甲要技高一筹，很明显加什亚如果没有护臂的话就败了。横扫剑反击，顺势飞身横斩。这里霍元甲完全可以选择取其首级，加什亚完全不是对手，但是霍元甲收手了。这要是秦爷时期的霍元甲，分分钟都得让加什亚人头不保。自从秦爷一事后，霍元甲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是武，从此蜕变为一代宗师。进步斜劈剑，退步隔剑外拦，转腕反手截剑阻截，再接下劈剑反击。这一套丝滑小连招下来，攻防转换，攻守兼备，直接将加什亚打得只有屎。这场世纪碰撞，其实在霍元甲飞身横斩之时就分出胜负。苏秦背剑，霍元甲这反应能力没谁了，直接预判了加什亚的下次进攻，从而做出防守。越步反身点剑，加什亚竟然直接用小臂去挡现实，可别这么干，起码加什亚还有臂甲护着，要是搁现实中，小臂和手掌早就分家了。转腕反手截剑阻截，锥形截脉，这是属于武当剑法中的高级技法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迎击。但是迎击都是有风险的，即使这锥形截脉你阻截了，但是也不能完全保证自身不被对方剑法刺中，其实风险还是有点大。用出这招，要么就是身处险境破釜沉舟之时用，要么就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其实就是要求技术和时机要求非常精确，才能一招制敌。反之就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顺势下劈剑追击，还是那句话，现实千万不要用手臂去挡刀剑，锋利无比，要不手臂早晚都得分家。截剑阻截，顺势进步横扫剑，反手提撩剑格挡，
顺势横斩剑斩头，再接高位刺剑，小剑，顺势进马中刺，外万花，挑剑卸甲，横击剑反击，转身下截剑阻截，云剑攻防。现在头顶或头前上方做半圆绕环的动作。云剑是攻防兼用型剑法，其特点是以攻为守，防守面积大，多用于头上体刺的防守，也可用于攻击对方的手、腕、前臂等部位。下劈剑，歇步上撩，也叫推窗望月，乘左歇步上撩，小剑顺势缴械。一个时代的黯然退场霍元甲，一个以武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武学宗师。同时，霍元甲也成为李连杰最后一部武术电影。时至今日看来，也依旧血脉纷张。可惜随着动作武打片的没落，也是看一部少一部。